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宣布说，歼10战斗机具有间歇性的超音速巡航能力。这是怎么回事？这个能力有多牛？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发布了一组图片，其中呢，在歼10的介绍中，明确标注了该机具备间歇性的超音速巡航能力。我们知道，超音速巡航是第4代战斗机，也就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隐身战斗机的标准性能之一。其典型代表就是美国的 F-22，以及俄罗斯的苏57和中国的歼20。当然，并非所有的第4代隐身战斗机都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像美国的 F-35就不具备。那么，什么是超音速巡航呢？它只专指战斗机的动力系统在不打开加力情况下，可以实施超音速飞行。我们知道，目前的战斗机，不管是2代机还是3代机还是4代机，都能够做超音速飞行。但是早期的超音速战斗机，它要想实现超音速飞行，必须打开后燃加力，就是发动机的喷管里面呢喷入油料进行点火加力，从而呢让它的推力呢进一步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飞机才能够实现超音速飞行。但是打开加力是非常耗油的，耗油率呢要比原来可能要增大30-40%，甚至50%以上。那么在这样情况下，你要想长时间的超音速飞行是很难做到的。一个，发动机的温度很高；再一个，油耗太大。如果做长时间的超音速飞行，很快你的燃料就会耗完，就很难保证它安全返航了。因此，受到种种条件的制约，目前的超音速战斗机真正能够在天上实施超音速飞行的时间是非常短的。那么，如果你不打开加力，发动机推力有足够，就能够实现超音速巡航飞行的话，在超音速段的飞行时间就会比较长。比如说，我连续飞8个小时，以前呢只能飞几分钟，现在能飞8个小时，那么这个能力就大幅度的提升了，可以让它快速的抵达战场上空，而且在超音速状态下，我发射导弹，导弹的射程也会有所提高。但是要想实现超音速巡航啊，必须满足2个条件：一个，发动机的推力足够大，推动比足够高；第二，飞机的阻力要比较小。在超音速1.4倍、1.5倍的时候，你的巡航升阻比一定要达到4.5、4.6，甚至是5以上，才有可能满足超音速巡航这个要求。那么歼10C 这款战斗机具备间歇性的超音速巡航能力吗？那么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所宣布的性能数据来看呢，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否则我们也不会做这样的宣传。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设计的战斗机啊，并不是都是按照超音速巡航来设计的，但是只要你发动机的推动比或者飞机的推动比足够大，而升阻比呢也足够大的话，就有可能实现超音速巡航。比如说法国的阵风、台风，号称呢他们都能够进行超音速巡航，但是超音速巡航的最大速度也就是 1.2 左右。那么 1.2 可以说并不是很理想，因为这个时候阻力系数还是相当高的，经济性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歼10C 能够和台风、阵风一样实现超音速巡航吗？从理论上讲，应该说有它的优势，因为无论是台风还是阵风，都属于双发战斗机。双发战斗机如果在推力相当的情况下，它的机身截面比较大，并不是那么有利于超音速巡航的。何况呢，像阵风这样的战斗机采用的是2侧进气的方案，2侧进气方案阻力呢也要比采用腹部进气的方案要来得高。从这个角度讲，采用腹部进气的台风可能要略好一点，而歼10C 是一款单发战斗机，机身截面比较小，而且它采用的也是腹部进气的方案。因此我个人推测，在超音速 1.4 倍左右，它的升阻比应该超过 4.5， 达到 4.6 甚至更高这个水平，这就为它实现超音速巡航奠定了一个气动外形上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就要看
发动机如何了。那目前呢，歼十 C 已经换装了国产的动力系统，也就是涡扇10系列的发动机。那么这款发动机推力大，推动比呢相对也比较高，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实现超音速巡航，我认为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个飞的时间长了，发动机可能受不了，因此呢，可能还会把油门收回来，进入亚音速飞行状态。再过一段时间，我再把速度加上去，这有利于呢它实现间歇性的超音速巡航。不管是连续的超音速巡航，还是间歇性的超音速巡航，对于现代空战而言，其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歼十 C 的改进改型可以说非常成功，它不但变成了一款半隐身的3代半战斗机，而且呢，它的超音速飞行能力已经接近于第4代战斗机了。这里面除了飞得比较快以外，我想它的超音速机动能力恐怕在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好，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